If you don't know, now you know. Hello， 研究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赵岩啊。我今天给大家去解析一下，就是张伟丽和苏亚雷斯第一回合有几个关键的技术，尤其是那断头台，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为什么做成啊，为什么没有做成啊？张伟丽是怎么防的呀？张伟丽这都是高手啊，给大家去讲一下为什么。首先第一点呢，就是说从站立开始，就是第一个苏亚雷斯的摔啊，就摔得非常容易。张伟丽是正架，苏亚雷斯是反架 ，OK。一开始的话，我们两个人的距离，大家可以看，这个距离是比较远的。我现在去踢他很难踢到这里。为什么选择比较远的距离呢？因为我知道这个苏亚雷斯他是一个摔跤手，从这么远的距离，他如果去下前去扑我腿的话，绝对下线，我可以很容易就撤。他不太容易扑到腿。我们一般的话呢，去选择去扑到他腿，我们希望能够在拳击的距离，对吧？看我的手在他手掌下面 ，OK。在这个距离，他手还有，因为在这儿的话，我就下前，我就可以去下前去抱摔到他的腿，无论是抱单腿还是抱双腿。如果从比较远的地方去冲抱的话，因为我在这儿如果去扑的话，他只要我撤腿的话，他离太远了，所以我扑不到。OK， 然后呢，苏亚雷斯怎么摔倒张伟丽？张伟丽跟他去试探了大概1分钟，反2分钟，我想撤帅了，对吧 ？OK， 就晃了晃，怎么样吧？张伟丽。你可以看出来，就是张伟丽其实还是对这个自己的地面非常有信心，他不怕金金的啊，所以他出的这个杀招，他打了一个后手的拍击，前手拍击，后手的摆拳，因为他是苏亚雷斯反架，这只手在这儿，就能干扰我。如果直接去打的话，对方有可能前手和我打到我，明白吗？所以张伟丽去做了一个拍击，然后去塞后手，这一下其实如果打中的话，其实在后面的比赛当中，苏亚雷斯承受住了一次张伟丽的后手重拳，给他打得有点软，所以苏亚雷斯的竞技状态是非常好的。OK， 但是的话呢，苏亚雷斯他也没有慌。OK， 比如说我拜苏亚雷斯，他去拍击去击打的时候，上步击打的时候，对，他拍击上步击打，降低重心。OK， 他没有选择去扑腿。OK， 为什么不选择扑腿呢？因为一般的情况下，如果去打你的话，你去扑，对吧？一般的情况下，如果我准备去出拳去打重击的话，我都会，如果我打空了，我需要做的马上要撤腿，就是我们经常练的这种技术，对吧？如果我上去我打空对方扑腿，我记着他下前开始扑，就开始撤压胯撤腿，然后开始往侧面去转，明白吧？所以这个很容易就被破掉。苏亚雷斯是高手，他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选的一个是非常稳健的一个，明白吧？他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他看着张伟丽这个拳来了之后的话，他降低重心之后的话，他选择去抱腰 ，OK， 在他软肋的地方大扣，然后他的头很重要一点，这正常站起来，把我的头顶在他的下巴这里，这只手的话。在张伟丽的这个腰软肋的地方勒，然后他靠这只。现在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动作呢？因为一般的情况下，比如说他去抱着我的这个，我发现对方去抱着我的腿，抱着我的腰 ，OK， 我们管这个我的两个腋下都被抢到，他抱我的躯干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说，看他的腿在我的腿外侧，我希望我的腿到他的外侧，然后我需要胯重心沉下来，对吧？我可能去拉他的肘 ，OK， 这样的话呢。对方想把我摔倒就比较难，对吧？这我先不讲那么复杂，反正最基本的就是这个，就是我需要重心沉下来，对吧？但是苏亚雷斯他顶住张伟丽的下巴，搂住他的腰。现在的话，他如果想把沉下重心，我就让我顶他下巴，然后我这只脚去绕，往张伟丽的腿的后面去绕。这个是目标是啥？其实就是他去做一个桥，往这边去收，去顶，然后去把他摔倒，明白吗？所以第一个摔非常清楚。张伟丽，应该说啊，开局1分来钟就被摔倒。按道理来讲啊，用某些人讲说这个女小兵啊到地面张伟丽就危险了。但是你可以看啊，张伟丽在地面的应对是非常从容的。首先我给你们讲一下，就是它技术含量在哪儿啊？比如说到了侧面压制的这个，到了侧面，一开始对方的话，他抱腰的这个手抱的这个手大扣，他一直没有松，这大扣
为啥？因为这个的话，他抱住我的话，我非常难动。他这个手过了很长时间才松开 ，OK？ 他这抱住，明白吗？他这个把位一直没有松，他就是要控制，所以他的目标就是压制你。如果在这里着急去起啊动，你动不了，你会小很多的。所以这张伟丽也没有慌 ，OK？ 最终的话，对方要松开这个，因为他需要这个手臂要对我进行击打呀、手击啊，对吧？然后去圈我头，对我进行柔术攻击，明白吧 ？OK？ 所以当对方控制你很好的时候，你不要慌。你也要去想办法去知道他的手臂在哪儿，看见没？他这个手臂如果出来，比如说他这个手出来，他要对我进行击打，我可以去挡在他的肱二里面，我可以用手去推，我可以用小臂去推，看见没？他有摸我头，很难摸我头，明白吧？在这儿的话，我就可能去做有很多动作可以做，对吧？所以双方都是高手，这个苏亚雷斯也没有慌。苏亚雷斯这边的手，他是选择去圈他头，去压制。用肩膀压到这个下巴，然后再放松。我是用这个张伟丽是用这只肘，看见没？去顶住他的胯。为啥呢？因为如果对方压住我的这个颈动脉 ，OK， 他把这个肩膀往这里压，我如果只是放，这是一个叫帮扶抽 ，OK， 对方去压我的，无论是断头台、裸脚啊，就是这个稍微近一点啊，看，就是这个，我一按这里边，这边有2条颈动脉。都是攻击这个地方，这儿是肌肉比较多的地方，这边是没有血管的，血管主要在这儿，明白吧？所以的话，如果我不会，我去抱它是没有用的，它可以很容易用这个肩膀压在我颈动脉上，然后就给我搅晕了。所以怎么去反制这个？我用我的肘去顶它的胯，看见没？用我的肘，我不能用我的手，用我的肘去顶它的胯 ，OK。还有另外一个好处，如果他用这只手想抽出来对我进行击打的话，看我可以去跟住他的手，或者是什么在这里边都可以，对吧？他现在想去肘击我的话，或者打击我的话，这都不行，都不行。看见没？我只要有空档的话，我就可以去抢一下就跑，明白吗 ？OK， 所以的话，苏亚雷斯，你在下位的时候你不能慌，你要对。我虽然处于不利的位置，但我要对对方的胯有所限制，对对方的头，对对方这只手臂，我要知道他的 ，OK 那样的。所以张伟丽没有慌，就关键就是不能慌。然后张伟丽是怎么回防的呢？因为他在侧面压制的位置，我是属于不利，我没有办法逃出来。所以的话，大家看注意我的这个脚，在这儿勾住这个苏亚雷斯的脚，这都是小的，你看往这边。就拍这个就可以了。OK， 看见没？张伟丽用这只脚顶他胯，这只脚顶着他，勾住他的这个脚踝的位置，然后往远处拉，然后他用这只脚铲。OK， 明白吧 ？OK， 他是希望啥呢？我是希望这里的话，我去顶对方的胯，然后推对方的胯，把这个膝盖抽进来。因为第一我可以到蝴蝶防守。然后可以到封面，明白吧？所以说回防了 ，OK。所以的话，当张伟丽去做这个的时候，在这儿去勾他的脚往远边伸，这样可以这只脚铲进去 ，OK。当张伟丽想去把它往起挑，要抽这条腿的时候，苏亚雷斯往这边去分开 ，OK。然后呢，张伟丽把这个膝盖塞进来。这个膝盖塞进来，肘膝相连。这个高手之间就是这样，你防我一个，我就进另外一个。OK， 在这儿这个膝盖进来，这个膝盖进来的时候，苏亚雷斯还是要他压着这儿，然后挺胯往这边去走，让我到半防守。OK， 看见没？这儿，然后到半防守，大家注意我这个腿，到这个腿我就侧身，让你把这个脚铲进去。OK， 你从这个角度去拍。看见没？我现在夹着他的大腿 ，OK， 对，把这个腿抽一下，让他很难抽出来，明白吧 ？OK， 我这个脚往回勾，这个脚是缠住他的大腿，明白吧？为啥做这个动作？另外一侧的话，另外一侧这边，所以这侧的话我是控制他腿，另外这一侧叫控制他的胯，因为他是把往前顶我，对吧？我去推他，把他挑起来，然后到这里。蝴蝶式防守，明白吧？因为到蝴蝶式防守的话，如果我能把它往起顶下去起的话，就有可能把它
扫过去，对吧？这是张伟丽想做，但是苏亚雷斯他很聪明，他的头顶住张伟丽的下巴 ，OK， 这张伟丽的话直接挑不动 ，OK， 我要做起来也很困难，所以在这儿的时候，他把他的胯抬起来，这样我的蝴蝶钩就没有劲儿。然后呢，他的手就按着这个膝盖开始过头 ，OK， 明白吧？张伟丽继续，看见没？把这个腿过来控制这个腿，为啥？我不能让他这个腿也过，这个过腿，对吧？那到侧面压制的位置，这个就比较危险。OK， 直接再回来，看这在这儿，看见没？这儿 ，OK， 然后再去，然后再回来。对，看这镜头，看见没？在这儿，我还是去，或者是推他膝盖，看见没？推他膝盖，再去走到这儿，然后张伟丽到了封闭式防守，对吧？到了封闭式防守的话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说对方过腿的威胁就小。到了封闭防守，主要就是防止对方去击打。因为苏亚雷斯他不是女小鹰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压制的比较多，他没有就砸击，他不像小鹰的话就咣咣起来就来揍你了，你明白吧？所以他没有那个，所以他只是想第一回合就是压制，因为他知道张伟丽高手之间，他俩一做动作就知道对方不好弄，所以他就以压制为主 ，OK。然后在封闭式防守里面的话，张伟丽其实也有一个技术，张伟丽的话把这个膝盖塞进来，他这个腿应该是在这儿 ，OK， 他把这个膝盖塞进来，这个膝盖塞。其实唐凯那个时候他应该也用了同样的技术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啊 ，OK， 但是张伟丽没有做成，他想去做什么？他有可能是做这个啊，我不知道。他用这只手去拉，他这个顶进去之后，然后把这只脚勾到这儿，然后他把这个膝盖在这个脚离得自己要近一点，然后这是过来搂住这个苏亚雷斯的下巴，然后他是希望能够把苏亚雷斯的胯拉到自己胯之上，然后他做一个反向，他有可能是要做这个，明白吗？就是他去的这是封闭式防守之后，嘣在这儿开始去把这个膝盖塞进来的原因，对吧？就是想去做这个，去拉对方的下巴。在这儿我直接挑是挑不动的，所以我要去把它往上，他的胯要在我的胯上面，然后去拉他的下巴，然后这样去挑。OK， 但是他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因为苏亚雷斯他也很聪明，他意识到他这个蝴蝶钩下来，他把胯压得很低，所以这个张伟丽挑的没有挑动，对方从这边直接就过去了，到侧面去的 ，OK， 明白吧？然后呢，张伟丽还是用这边去肘去顶住他的胯。这个时候的话，其实那个苏亚雷斯他做了一个啥动作呢？他选择的话，他选择用这个膝盖啊去撞这个张伟丽的这个胯，张伟丽的腰，明白吗？但是呢，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的话，往这边的。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他的头是比较靠向这侧的，所以他这样拉了一个角度，就像有点像南北。为啥？就是首先第一点，张伟丽推他的胯，对他胯控制的不好。另外一个啥呢？就是说我想回防，把这个膝盖进来的话，有点困难，离他远。所以这儿他可以拉开角度，用那个膝盖去顶住。不对 ，OK。但这儿里头，张伟丽你就体现出他的这个反应了。他拉开角度之后，张伟丽的这个腿做了一个交叉的，做这样，但是说这儿的话，他马上想办法起，他就去卷对方。OK， 抢在腋下去卷，因为对方如果水平不高的话，就有可能把他卷，对吧？所以这都是高手，张伟丽选择的时机、起脚时机、力量、爆发力都特别好。但是呢，你肯定是卷不动的，因为苏亚雷斯真的是非常高手的选手，所以他还是停留抢在上面，然后卷我。OK， 带手臂，明白吧 ？OK， 带手臂。他这个断头台啊，后面再给大家讲。我那天看那个有人发的这个国际小学生吧，他做就是说为什么苏亚雷斯这个被防着，为什么德拉罗萨，包括那个安德雷德就被做成了啊？首先，它其实不是一样的断头台，不论什么断头台，带手臂的不带手臂，它都是脚刚才这个胫部脉这个位置，就是勒在这个位置，卡在这个位置，小臂切在这儿，不是切脖梗，也不是切这儿，切侧面比较软的这个位置 ，OK。
所以他去做我断头，OK， 明白吧？他切到我的颈动脉上面，这时候张伟丽开始往起起，在这儿，张伟丽这个时候知道他要拉杠了，他是想啥呢？把我往下拉，然后拉到防守里面，对，就这儿，然后这腿盘上来，然后去做，这就危险了，这个就危险了啊！我张伟丽当时他们肯定也练这个防，但是他防的非常的轻巧。OK， 轻巧在哪？他开始这儿，张伟丽没有去选择抓着手或者抱啊或者怎么，他把手收回来。OK， 看，把他手收回来，然后开始准备去控制他的腿。所以说，当苏亚雷斯准备去拉往这个倒地的时候推，然后他顺势过他的腿，明白吧？我给你举一个形象点的例子，就是说，他把这个手收回来去顶住他的大腿内侧。对吧？这样的话，他想把腿扣着，扣封闭住就比较困难，明白吧？我不让他扣，然后我开始往这边去走，往这边去走，明白吧？我如果不用我的手去控制他的腿，他就可以扣他的腿，明白吧？所以其实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他把手收回来，提前的话，啊，我的头在这儿，只要是啥呢？放松，他圈着我的头啊，倒地。如果我到他侧面这到这个位置，侧面这个位置，这个断头台就没了，他圈我的头是没有用的。我给大家讲为啥，我给你讲一个最基本的。开始啊，比如说，我在这边，这就是跪，转向内侧，你看着啊，我去拿绳子去勒的，我的手就像这个绳子套。我现在这样是没有办法绞的，对吧 ？OK， 我得这样才能绞，对吧？或者这样 ，OK， 我只是勒着他脖子，只是套上是没有用的 ，OK。所以的话，我去做的断头台，无论是带手臂还是不带手臂的哈，明白吧？我圈住他的头，这个窒息感是不够的啊。我需要的话，去把它放归地，然后在这把腿抬上来，我需要这个腿。去把他的胯往下，然后呢，我再像把萝卜往上，这样的话才会把这个小臂勒到他颈动脉里面。所以你需要腿这个杠杆去完成。他如果我圈他的头，往他腿往这边上，这个看，这个我这儿是做不成的，我必须的话，所以苏亚雷斯想办法把这个腿再圈回来之后，然后去做，他必须得回防。那张伟丽就不会让他轻易把腿回，张伟丽开始咔过腿。德拉罗萨他们去做这个断头台，首先第一点的话，德拉罗萨他是咋说呢？被做成的原因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对方那个腿盘上来了 ，OK， 他可以利用这个杠杆。安德莱德那个很多人说安德雷德为什么这个腿没有盘到封闭的方式，盘到对方腰上，对方也盘了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对安德莱德那是怎么回事呢？他是这边，安德莱德他是做不带手臂的 ，OK， 安德莱德做的时候这手已经到这儿了 ，OK， 明白吗？这儿到这儿的时候，你看就像啥？就是像背后裸脚，对，看到没？背后裸脚，背后裸脚为什么好？我在这儿也能完成，对，我不需要腿。为什么我两侧颈动脉都被勒住了？我该看到这儿，我不需要腿，我就可以去完成了，对吧？因为我切两侧颈动脉，所以安德莱德那断头台被做成的原因就是他这个手进的太深了。明白吗？在这儿，我们叫这个高肘位的断头台。我去拉住他这儿之后的话，他这个腿他盘了一半在这儿，明白吧？所以我们管这要改良版的封闭方式。这个腿在这儿。这个腿在这儿，明白吧？然后呢，这个腿在他腰上面，然后也是去 ，OK， 去下去顶，明白吧？我这个腿也是把它往远了顶，然后去绞，明白吧？所以他的这个做法是不一样的，他其实也是用腿，他只是说没有说这个做这种腿肯定是更好的，对吧 ？OK， 但是它起到的效果基本上也是一样的。这儿做这个手已经到这儿，对吧？
这个是非常非常深的断头台，明白吗？所以的话，你高手之间，首先第一点就是差一点就不行。所以张伟丽没有给他那机会，明白吧？张伟丽没有给他那机会，所以第一回合张伟丽翻到上面，然后呢，叭叭叭一顿过腿，他俩其实做了很多很激烈的争夺，明白吧？当然那个就是说回防这一下啊，我再给大家演示，这个回防这小技术其实就是武术的技术，对吧？因为我现在的话，你看我要直接用这个脚去勾他的这个脚，铲是不够的，铲不到。我直接想把这个膝盖进来，进不到，因为他这个膝盖顶在我的胯上，明白吧？所以怎么办？我用我的这只脚去勾住他的这只脚，然后把他脚往两边伸，然后把这个脚铲，明白吗？对，他是希望能够去挑他之后，然后把这个直接倒进来。OK， 明白吗？把这个技能到这儿，对吧 ？OK， 当然就是没有成功之后，他在半方上用了很多这个位置的技术，这个位置技术在比赛前一天我们还在馆里练，明白吗？这个是非常好的，它跟那种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讲是 lock down 不一样。这种的话呢，对，这种的话呢，我其实把跟它固定在一起了。这种的话，其实要把我自己的腿打开也困难，就是这种，我就把大腿夹住，他把这个腿，他越想抽腿的话，我越容易把这个腿过来，那样到。我觉得长手。OK， 所以这第一回合的话，其实有很多很精彩的这个回忆啊。后面的话，我会给大家讲的，后面第二回合啊，包括一些龙边的一些技术啊，包括张伟丽的一些技术。OK， 下期再见。